在现今机不离手的时代，电子产品已变成了我们的必需品。无论是在工作上或是娱乐上，都免不了我们需要面对荧幕。那荧幕发射出来的光是什么光呢？对身体有害吗？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那光呢，其实可以分成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光。看得见的光呢，其实意思就是指我们人的肉眼看到的电磁波辐射。电磁波辐射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英文的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那这个 spectrum 呢，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当中，其实它是由光的波长去决定的。OK， 可以看到波长越短的呢，它的能量，它散发出的能量越高 ，higher energy。那波长越长的呢，它散发出的能量越低，就是会 lower energy 的。OK， 那大家看看可见光，它是介于这里，就是彩虹颜色的这个 spectrum 当中。这个范围内，可见光的波长介于400到760纳米之间。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属于我们人的肉眼看得到的光。那我们看到彩虹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OK， 那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光呢，是属于我们看不见的光。那太阳呢，发射出除了是紫外线以外呢，其实可见光也占大部分哦，所以我们才看得到日光。那现在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紫外线是我们看得到的吗？那我们参考回这个电磁波辐射的图当中那紫外线呢，之前我们有说过，紫外线的波长介于200到400纳米之间，那它是超出我们可见光范围400到760纳米以外的光啊。我刚才我有说到，超出这范围以外的光是属于看不到的光。那这个图也显示我们的 UV ultraviolet 就是我们紫外线是在400到760纳米之间的光，所以紫外线是属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光。每天起来白天我们看到的光，大多数都是属于可见 visible light 的光，不是紫外线。但是虽然我们看不到紫外线，不代表它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哦。那紫外线如何伤害我们的皮肤呢？那这个呢，可以参考回我们之前的视频，那我们有提到更加详细哦。那今天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可见光，就是 visible light 刚才我有提到，就是 visible light 呢，其实它的波长介于400到760纳米之间。那在这个范围内，波长较短的呢，其实它光线呢会呈现出紫色到蓝色之间。那中间的波长呢，它会呈现出绿色到黄色之间的颜色。那到波长较长的光线呢，其实还会呈现出橙色到红色之间的颜色。那其实可见光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那我们需要可见光的光线呢，来照明、显示，那有时候是否一些彩色印刷等等。而我们荧幕上面的光呢，其实是属于波长较短的光线呈现出的颜色，也就是蓝色，我们叫它蓝光 blue light。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波长较短的呢，它的能量较高，同时间呢，蓝光也称为 high energy visible light， 就是高能量的可见光。其实蓝光呢，它的波长介于400到500纳米之间，因为它在这个范围当中，在可见光的范围当中是属于波长比较短的。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它是高能量的，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刺激性的作用。蓝光呢，其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在自然光当中占据会比较少的分量，但是随着我们电子设备的一些普及越来越广泛用我们的电子设备，其实我们可以接触到蓝光的机会呢，其实会越来越多的。那长期面对这些电子设备所发射出来的蓝光呢，其实对我们的人体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接触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疲劳啊、干眼症，又或者是我们的视疲劳等等的问题。其实同时间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质量。那其实蓝光呢，其实对皮肤有伤害吗？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伤害力的。那第一呢，其实长期面对接触到蓝光呢，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皮肤晒伤，或者是引起一些光敏感其实跟紫外线的原理一样的，如果长期暴露于这些光线下呢，其实会导致我们晒伤，同时间减低我们皮肤的免疫力功能增加皮肤对光的敏感性。就是当我们暴露于这些光线下时呢，我们的皮肤会感到不适，比如
会有一些症状，比如就是红肿啊、痒啊、刺痛啊这些等等的症状。那再来呢，第二呢，其实这些长期接触到蓝光呢，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皮肤老化。蓝光呢，其实可以穿透到我们的真皮层，真皮层里面呢有我们最宝贵的胶原蛋白哈。蓝光呢，其实它会慢慢的损害这些胶原蛋白，导致皮肤有早期老化的现象。那皮肤早期老化的现象呢，这里可以跟大家 revise 一次，它的症状呢，其实就是从皮肤干燥开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色素暗沉，再来就是我们的皮肤开始有一些 lines 就是有一些细纹，还有就是毛孔粗大，甚至就是下垂皮肤开始下垂。那about这个皮肤老化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讲过，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可以 refer 回我们之前的视频。再来呢，也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蓝光其实刚才有讲到，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它会刺激我们的黑色素母细胞分泌出更多的黑色素，而导致我们的皮肤暗沉，甚至会长斑哦。那蓝光要怎么预防呢？其实当然就是从最简单的减少 screen time 开始。那这里呢，我提到就是减少，而不是完完全全的拿掉，因为其实我也明白，其实现今社会当中呢，如果完全不靠这些电子设备呢，其实会间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表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模式。那当然减少呢，需要很自律的去控制自己面对荧幕的那个时间。如果在真的不能预防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一些东西来帮我们预防这蓝光，去达到我们的眼睛和皮肤。那当你去佩戴眼镜时的那个光学师有没有建议你在你的镜片加一层 screen 去防这个蓝光的？或者是呢，当你去买一些手机或者是买一些 laptop 的时候，那个推销员呢有没有建议你在你的荧幕上面加一层就是防蓝光的一个 screen protector？ 那这些呢，主要可以大大的降低蓝光 reach 到我们的皮肤或者是我们的眼睛的那个量，然后呢大大降低这个蓝光对我们的伤害。除了 screen protector 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每天都在做的步骤，也是可以帮我们防蓝光的，那就是我们的防晒霜 sunblock。 那我们如何选择对的 sunblock 呢？其实主要我们涂 sunblock 就是为了要预防紫外线，对吧？那预防紫外线的呢，其实我们就要选择这种广谱防晒什么能证明你用这的防晒霜是属于广谱防晒的呢？来，我们拿你的 sunblock 来看看一下。那 sunblock 当中呢，如果有出现 SPF 50，30到50，就是代表着 SPF 是预防我们的 UVB 的。再来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旁边的 PA 那 PA 呢，其实它是用加来 label 的。那 PA 呢，其实是帮我们预防紫外线 A 型的紫外线，就是我们的 UVA 只要有这两个指标 SPF 跟 PA 的话，它就是属于你的防晒霜呢，就是属于广谱防晒 broad spectrum sunblock。但是呢 broad spectrum 的 sunblock 呢，其实主要呢，像我刚才讲的，它是防紫外线，对于蓝光的那个防护功能呢，其实还是有限的。那要选择怎样的防晒霜，同时间又能帮我们防到蓝光呢？其实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防晒呢，有分成物理和化学型防晒吗？那在这里跟大家复习多一次，物理型防晒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涂在我们的皮肤过后呢，它帮我们反射掉紫外线的。那如果化学型防晒呢，我们涂在皮肤过后呢，需要被我们的皮肤吸收，因为它的原理是负责吸收紫外线，然后把它转化成热能散发出去的。那物理型防晒的原理是反射，对吧？因为呢，其实它有个成分呢，有这一种矿物滤镜的成分矿物滤镜的成分是什么呢？那我们拿起防晒霜，你转过去看 ingredient 的版如果 ingredient 就是成分里面有着 titanium dioxide、zinc oxide 或者是 iron oxide， 这三种呢，其实都是属于 mineral filter 的。那如果一旦有这三种的 mineral filter， 就是我们矿物滤镜呢，其实可以更好的帮我们预防蓝光。那现在你知道选择对的防晒多么重要吧？因为呢，其实防晒霜呢，除了我们要防紫外线呢，其实每天接触的 screen 荧幕那些所发射出来的蓝光也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选择防晒
第一就是要防紫外线，所以我们要选择广谱防晒，就是有着 SPF 跟 BA 的。第二，我们要同时间也预防蓝光，就是我们要选择物理型的防晒。物理型防晒就是它成分需要有titanium dioxide、zinc oxide，还有就是 iron oxide。那今天通过这个视频呢，希望大家可以学到，除了紫外线呢，其实我们的可见光啊，就是可见光里的蓝光，对我们的皮肤也是有一定的伤害力哈。所以在这里想要更加的强调这个我们防晒霜的重要性。当然，同时间也是尽量减少 screen time， 陪陪我们身边的家人。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分享、按赞。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